这个9岁小女孩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可无论她怎么努力，都穿不上自己最大码的童装。妈妈虽然很惊讶，但根本没往怀孕那方面想，只是安慰女儿说可能是消化不良，吃点药就好。然而到了晚上，女孩却躲在卫生间里大吐特吐，像极了孕妇的妊娠反应。妈妈被吓坏了，焦急地抚摸着女孩的背。爸爸赶快递过毛巾，打算等天一亮就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可就是这么一耽搁，女孩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躺在后座上不省人事。等来到医院，医生为女孩做了全身检查，结果出乎意料，因为单从图像上看，孩子很正常，并没有任何问题。妈妈一听就急了，女儿的肚子快有9个月孕妇那么大，还恶心乏力、头晕呕吐，这明显就是怀孕的表现。可医生却解释说，孩子应该是患上了乳糖不耐症，导致消化不良，所以肚子才会突然变大。听到这话，妈妈更懵了，但有结果总比没结果要好，夫妇俩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妈妈突然被女孩的哭喊惊醒，她急忙跑上楼，冲到女孩的房间，结果刚一进门就看到女孩捂着肚子，痛得满头大汗，在床上打滚。夫妇俩大惊失色，不敢再耽搁，立刻动身，连夜把女孩送往当地最大的医院。没曾想，等到了急诊室，年轻医生却大大咧咧地说，像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的胃食道逆流，饭后多散散步就行。说完扭头就要走，夫妇俩追到门外求医生重新检查，可医生却不耐烦地说，如果不相信，你们就换个医院，不要来这里耽误时间。这下妈妈彻底火了，她一把拽回医生，像保护幼崽的母狮一样，眼含泪水表达了自己的愤怒。You find me another doctor, you run some more tests. I'm not leaving this hospital until I know what's wrong with my daughter. 见家属如此执着，医生只能点头答应，然后悻悻地走开。夫妇俩焦急地等了一夜，直到天蒙蒙亮，新的医生才走进病房，向他们汇报检查结果。然而医生的第一句话就让夫妇俩愣住了。经检查，女孩得了腹部梗阻，也就是俗称的肠子打结，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很快会面临生命危险。没等他们反应过来，2个护士便走进病房，开始为手术做准备。其中一个护士拿着管子对爸爸比划说，待会儿要把这东西插进孩子的鼻腔里，需要他帮忙把孩子按住。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接下来残酷的一幕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You need to swallow, sweetheart. You need to swallow, sweetheart.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It's okay. It's gonna make you feel better, okay? It's gonna All make right, you feel all better. done. All done. 一直到女孩被送进手术室，夫妇俩都没能缓过神来，生怕孩子在手术中出现意外。幸好手术很快便结束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孩子遭了那么大的罪，不仅没能好转，病情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原来医生在手术中发现，女孩的肠子之所以会打结，是因为她患有严重的肠道蠕动异常，身体完全没办法消化食物。更让他们绝望的是，这个病目前并没有治疗手段，只能靠鼻胃管输送营养液续命。听到这里，妈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不敢去想女儿今后该怎样生活。没等医生说完，她便像丢了魂一样，呆呆地站起身，独自朝外面走去。现实如此残酷，但无论他们是否接受，生活仍旧在继续。此后，女孩只能通过鼻胃管获取营养，除了五颜六色的药片之外，再也不能吃任何东西。妈妈虽然表现得很乐观，但每当看到孩子痛苦的表情，她的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尽管医生说过女孩的病没有治疗办法，但做父母的又怎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受罪？妈妈开始给各大儿童医院打电话求助，而爸爸则抵押掉自家的农场，又变卖了大部分资产，为女儿的求医之路提供物质保障。然而小半年过去了，打出去的电话就像石沉大海，完全没有动静。一向乐观的妈妈终于开始动摇，她瘫坐在门前喃喃自语，觉得女儿或许是命该如此，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可是就在妈妈心灰意冷打算放弃的时候，大女儿失望的眼神却警醒了她。如果每个家长都如此软弱，那等孩子们长大之后，又怎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想到这儿，妈妈不再犹豫，隔天一早便带着女孩坐上了前往波士顿的飞机。这里有一位誉满全国的儿科医生，之前怎么也预约不上，但现在妈妈要主动出击，亲自上门求医。然而面对这不请自来的母女，医院虽然同情，但也只能按照流程办事。他们想看病就得预约挂号，至少要等半年左右才行。对于这样的结果，妈妈早有心理准备。她深吸一口气，把眼泪憋回肚子里，然后拉着女孩默默地离开了医院。没曾想，就在他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妈妈却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让女孩明早7点去就诊。虽然不知道医院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但这个消息还是让妈妈欣喜无比，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止不住。第二天早上，妈妈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全国最厉害的儿科医生。他虽然不能彻底治愈女孩的疾病，但能用特效药帮女孩消化食物，从而摆脱胃管，过上正常的生活。听到这话，妈妈长舒一口气。医生自信的眼神让她看到了久违的希望。不料医生却话锋一转，说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副作用尚不清楚，需要每周回医院复诊观察2天。
妈妈沉默了。从家到波士顿的医院足有3000公里，抛开治疗费不谈，每周来回的机票就是天文数字。可是为了女儿，她只能咬紧牙关，决定就这么办。很快，女孩第1阶段的治疗开始了。虽然肚子还是那么大，但摆脱胃管之后，她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然而，随着治疗的深入，副作用却比医生预想的还要更加强烈。每到深夜，女孩的肚子便会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缓解。夜以继日的痛苦不断折磨着女孩的身体，同时也在折磨着妈妈濒临破碎的内心。 I wouldn't die. I want to go to heaven where there's no pain. Maybe if you went to heaven, you wouldn't be with me and Daddy anymore, and you'd leave a hole in my heart. I'm sorry, Mommy. I don't want to make you sad. I just want it to be over. 渐渐的，女孩彻底丧失了斗志，她开始绝食、不洗澡，拒绝配合治疗。妈妈虽然生气，可事到如今，她也没有办法。漫长的治疗过程和巨大的开销，早已让这个坚强的母亲再也看不到任何希望。妈妈无助地坐在窗户边，拿起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她绝望地哭泣着，对电话那头的丈夫说：“咱们不治了，让孩子回家吧。”出院这天，医生亲自把女孩送到门口。她很内疚，因为自己没办法拯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只好用微笑来掩饰心中的悲伤。看着女孩离去的背影，医生处在原地，默默地叹了口气。人力有时穷，在无情的命运面前，坦然接受，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然而，令人揪心的是，命运似乎仍旧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回家之后，女孩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坐在门前发愣，等待死亡的到来。为了哄她开心，姐姐把女孩带到院子里，提议说要不要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爬到树上去。女孩本想拒绝，但在姐姐的鼓励下，她还是勇敢地伸出手，没一会儿便爬到了树上。姐妹俩眺望着远方的美景，开心地聊起了小时候的故事。女孩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可就在这时，粗壮的树枝突然往下一沉，裂开了一道大口子，把姐妹俩吓得半死。姐姐让女孩先走，爬到大树的中间去。可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I don't want to move until you're safe. You need to sit in the hole. Oh my God! Anna! Anna, please! Anna, do you hear me? Anna! 听到大女儿的呼喊，爸爸及时赶到，架起梯子朝树洞里张望。可是树洞太深了，里面黑漆漆一片，根本看不清女儿的情况。夫妇俩心急如焚，只能向消防队求助。10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现场，立刻展开救援工作。然而，救援难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棵树实在太老，不能直接砍断，否则会对女孩造成2次伤害。只能搭云梯从上面慢慢把人带出来。虽然消防队素质过硬，但闻讯赶来的记者却丝毫不看好女孩的状况。这棵大树足有3米多高，她头下脚上掉进树洞，生还的可能微乎其微。当得知女儿很可能已经死亡，妈妈紧紧捂住胸口，彷徨地望向四周。她张开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丧女之痛彻底毁了这个坚强乐观的母亲。妈妈哀嚎着走到大树跟前，半跪在地上，用额头抵住树干，恳求老天开眼，放她可怜的女儿一马。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自发地走上前，围在妈妈身边，真诚地为女孩祈祷，希望会有奇迹发生。经过3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女孩终于被吊出了树洞。看着女儿像布娃娃一样缓缓落地，夫妇俩的心狠狠地揪在了一起，生怕等来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然而就在他们万念俱灰时，奇迹却发生了。 She's breathing. 得知女儿还活着，妈妈身子一软，差点瘫倒在地上。可更神奇的还在后面。经医生检查，女孩从3米高的树洞坠落，非但没伤到脑袋，就连轻微的擦伤也没有，只需打一点葡萄糖补充能量就能出院回家。没曾想，就在妈妈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奇迹再次降临。隔天早上，她惊讶地发现女儿的肚子竟然恢复了正常，还特有胃口地说想吃烤肉。妈妈来不及高兴，急忙带女儿前往波士顿找医生做详细检查。等看完检查结果，医生也傻眼了。一夜之间，女孩的身体居然完全恢复了正常。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医学来解释。回家之后，女孩登上了热搜，大家都觉得是上帝显灵。媒体们蜂拥而至，把女孩一家拉到教堂做采访。然而，面对众人期盼的眼神，妈妈却不知该如何开口，因为她心里明白，所谓的奇迹并不是上帝显灵，而是他们求医路上感受到的每一份善良与温暖。是学校里从未歧视过女孩的同学，是母女俩没钱吃饭时帮忙打折的好心服务员，是机场里假装系统故障让他们用过期优惠券买机票的售票小哥，是那个情愿丢掉工作也要想办法为女孩插队就诊的医院前台。
是住在隔壁，把小宝宝藏进车里，不让哭声影响到女孩休息的邻居。讲到这儿，妈妈的眼眶湿润了。她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但善良、勇敢、坚强，还有人们无私的关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奇迹。